世卫组织呼吁停止使用电热水壶，否则会诱发癌症。继三花淡奶、香精大米和谷尼淀粉肠等科技与狠活儿的相继曝光，人们对于食物的入口标准也在不断提高。这不能吃，那不能吃的，我喝水总行了吧？于是大量年轻人开始了喝水、泡茶的养生方式。然后前段时间网上有消息称，世界卫生组织曾传出过一则消息，呼吁大家停止使用热水壶，否则可能会诱发癌症。作为众多家庭必备的家用电器热水壶，此刻竟成为了一个定时炸弹。那么它真的能诱发癌症吗？救命热水壶竟能夺命。水是生命之源，也是维持我们人类身体代谢的重要物质。曾有专家指出，人类每天必须饮用8杯水才能保证一天的身体所需。殊不知，水作为一个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存在，在饮用方面也大有门道。作为一种国民家家必备的电器，热水壶一直因为节能省电、方便快捷而广受众多家庭信赖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塑料制品装食物是不行的，但谁也没想到，金属制品的危害也很大。但不断有传言指出，用热水壶烧水时间久了，会产生大量金属元素，不仅会导致人体神经系统受损，还会诱发癌症。针对此类传闻的出现，大家半信半疑，也有不少人们认为，这肯定又是哪个不知名专家在博噱头。然而随着央视曝光了34种产品质量抽查情况后，引起了居民大范围的恐慌。在此次检查中，国家市场监管局针对不同地域、品牌和功能等方面，共抽查了139批次的热水壶产品，但不合格率竟高达 15.1%。不合格的原因，则是因为不少无良商家为了牟利，竟使用工业钢材代替食品所需要的304和316不锈钢。那么，工业钢材能给人体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？据悉，工业钢材中包含了大量的重金属，而重金属进入人体后会大幅度提升人类患癌风险，进而就成了大家口中的夺命热水壶。那么避免了工业钢材，选用食品级不锈钢热水壶就能保证万无一失了吗？尽管人们在购买热水壶时会有意识挑选具有食品级不锈钢的标识，但还是有不少人认为不锈钢里含有锰元素。在经过高温加热后，热水壶中的锰元素会析出，并溶于水进入人体内。长期饮用会导致人体记忆力下降，还有诱发脑癌的风险。在探讨这个话题之前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使人闻风丧胆的锰，它究竟是什么？锰作为一种化学元素，广泛的存在于自然界中。我们日常所接触到的土地、茶叶和小麦壳中都含有锰元素，我们人体中也含有锰元素，它也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。在骨骼生长、蛋白质合成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。就是这样常见的一种化学元素，怎么会对身体产生危害呢？那是因为锰的化学性质和铁近乎相似，在常温时和水的反应相对较慢，几乎没什么危害。但当高温时，遇到水在加热下所产生的高温水蒸气，则会迅速反应，进而产生氢氧化锰和氢气。之所以说锰会诱发癌症，就是因为长期过量吸入高浓度锰后，会破坏人体的中枢神经，进而引发脑部疾病的产生。锰元素作为我们身体所需的微量元素之一，每天从食物中所摄取的正常量应在3到9毫克。所以锰元素是否致癌，关键点便在于这个量字。其实正规电热水壶中的锰元素，在日常烧水的过程中是很难被析出的。锰的熔点在1200摄氏度以上，且不溶于水。即使在极端条件下持续烧水超过1000小时，热水壶所析出的锰也是极其有限的。因此，只要我们挑选安全、合规的电热水壶，就不必再杞人忧天了。市面上的热水壶种类那么多，那我们消费者在购买时如何去鉴别呢？2. 挑选小妙招。由于近几年电商的快速发展，上至花甲老人，下至黄口小儿都开始加入网购大军。网购确实方便快捷，也能节省很多人的时间，但与此同时却衍生了一个潜在的危险。网上产品种类齐全，但质量参差不齐。不少消费者都在网上购买过假冒伪劣产品，很多黑心商家混迹在电商平台，同时开放好几个账号，主页都挂着精美的图片，再假装搞一个产品促销活动，用超低价格就能入手。
不少消费者抱着贪小便宜的心态疯狂抢购，等收到货发现被骗后，产品早已下架。还有很多商家将同类产品分为线上和线下款，线下陈列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，线上却售卖不符合规定或是生产中出现的残次品。虚假的宣传图加上低廉的价格，挂羊头卖狗肉，引诱消费者入坑。拿着优质图片宣传，却在暗地里给消费者埋坑，以次充好。这就是很多消费者在收到货后发现货不对版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在购买电器时，尽量还是要认准官方旗舰店，毕竟产品安全放心。出了问题还有售后服务。在线下挑选热水壶时，我们要优先选择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大品牌。挑选壶身时，首看内胆材质，优先选择304不锈钢食品级。这种食品级的不锈钢重金属含量低，对人体几乎没有危害。要是壶身没有标注304，也可以选择316不锈钢，或查看产品包装以及热水壶身是否印有食品接触用或执行标准 GB 4806.9-2016字样。除了不锈钢热水壶，市面上还有很多其他材质的电热水壶。就拿最近很火的养生壶来说，这种壶身一般都采用玻璃材质，但我们在选择时也要谨小慎微。普通玻璃的耐高温性能差，在遇到长时间高温煮水的情况时，极易可能产生炸裂的情况。因此，我们优选高硼硅玻璃，这种玻璃坚固度高，耐高温性强，能够确保我们在使用时的是安全的。另外，市面上较为流行的陶瓷水壶也是人们极为容易踩坑的。不少人被陶瓷水壶的精美花纹、色彩丰富的彩釉而吸引，殊不知这种彩釉对人体所产生的危害才是巨大的。陶瓷壶身的彩色绘画固然美观，但其中却含有大量的铅、镉等重金属元素，长期使用可能会导致金属中毒。因此，我们在选择时尽量挑选式样简洁的壶身，就算挑到了安全可靠的热水壶，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，水质的安全才是重中之重。3. 饮用水的选择。不少人在掌握了挑选热水壶的窍门后，就觉得可高枕无忧了。但殊不知，水质的本身才是潜在危险所在。有些孩子在儿时的夏天玩得累了，便会直接对着水龙头喝水，时间不久便会肚子疼，甚至还可能会出现拉肚子、发烧、呕吐等症状。父母也经常教导我们不能喝自来水，那是因为尽管自来水是经过了加工、消毒后才会供给人们使用，但在运输过程中难免接触到病菌，因此没有经过处理的生水中含有大量的寄生虫卵、细菌等致病微生物，直接饮用后会引起腹泻、腹胀的情况，更有严重者则可能会引发急性肠胃。长期饮用自来水会严重危害人体健康，因此需要高温消杀，确保经过煮沸后再饮用。那烧开的水就能直接饮用了吗？曾一度风靡网络的渣男语录中，多喝开水也成了众多女生的噩梦。我们人体的正常体温是在36到37.2度之间，直接饮用过高温的水会烫伤口腔、食道、胃黏膜，长期以往还会导致胃炎、胃溃疡的形成。因此，烧开后的水应稍放一会儿再饮用。多喝热水也逐渐转变为多喝温开水。结语：近年来，网络的迅速发展使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方式都丰富了很多，方便快捷的同时，也造就了谣言四起的现状。就像这令人惶恐的热水壶致癌事件，关于喝水的传言层出不穷，让人在喝水这件非常简单的事上平添了许多烦恼。其实，世界卫生组织的官方网站上并没有相关说明，只因一则调查次品报告，就被众多网友添油加醋的传播。网络言论自由，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肆意妄为，散播谣言。享受着网络带来便利的同时，我们更要约束自己的言行，不信讹，不传讹。同时，我们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面对一些不实的传闻，切勿危言耸听，以讹传讹。我们要是非分明，不被谣言所惑，正视事件的真实性，才能造就一个良好的网络环境。